这么晚了，你叫我过来有事儿吗？还是因为案子？算是吧。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但是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对吧？我很抱歉，3年以后仍然是这样的结果。我很想帮你查清事实真相，但是现在曹一文死了，最重要的线索都断了，再加上叶云秀的事儿，不要再说了，我都明白。我和你一样，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但人生就是这样，不可能事事如意，我们也不能永远陷入过往里面。现在是时候该走出来了，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吧。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我想去一个地方，你能陪我吗？我们要去哪儿啊？桂记餐厅。你应该知道怎么走吧？好像听说过，不过还得你指路。去那儿干什么？这么晚了还去吃晚餐吗？去见个人。什么人？董祖英，3年前南港欺诈案的主谋。你是怎么知道的？通过张善民那些人在监狱里拼出来的线索，季先生锁定了董祖英的身份。季先生，你们找到了季先生？季先生已经把董祖英引到了桂记餐厅，龙局长正在那审问他呢。咱千万别去晚了，否则就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这么说，龙局长也知情了？龙局长早就和季先生已经联手了。对了，我想起来，我还有一份文件，明天早晨必须要交到法庭，能不能先去趟我办公室？什么文件那么重要啊？比南港码头案还重要。行了，咱们赶紧去吧，千万别耽误了。要不我先在这儿下车，你先去餐厅，等我取了文件，我再来找你们。没有到桂记餐厅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你这什么意思？你自己做过什么，你最清楚。要想保住你弟弟陈云杰的命，从现在开始，你得听我的。你们都知道了。马一彪这个名字你不陌生吧？他全都招了。乔红西死以后，一直是你向他们提供情报。那天在广场上，你帮助陈博文去指认曹一文，实际上就是要给马一彪一个下手的机会。是我，人就在黄埔广场，动作要快。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马一彪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龙局长给控制了。你很聪明，你早就猜到了曹一文的目的。你知道他是要进去集中那些人，拼出真相，所以你就急于在曹一文没有进监狱之前把他除掉。但是事与愿违，曹一文最后还是进了监狱。你为什么要停车？我想，你现在一定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是被逼无奈的。
抓了我的弟弟陈应杰，他现在生死未卜，人关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丢下他不管。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本来他们让我做的是作假证据栽赃你，就像3年前他们对你父亲所做的一样，毁了你的名誉和自尊。但是我做不到，我只想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要求，然后把这一切尘封起来，让时间帮助我们慢慢的忘掉一切，重新开始。时间不可能把一切都抹掉。如果你信任我，就跟我一起去见龙局长。太迟了，我踏上这条路就没退路了。你现在要么让我下去打这个电话，要不然你就一枪打死我吧。你别逼我，我真的会开枪。是吗？为什么会这样？本来以为除掉黄启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没想到啊，你会和季先生联手。看来我真是太低估你们了。果然是你们陷害的黄启生。利用韩世贤的职权，编造些伪证来陷害黄启生，这不是难事。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打算一劳永逸地除掉他。难道你们料到黄启生会拒捕？都别过来！都别过来！不是料到，是我派了人假借你的名义帮他逃跑。我们先出去，让他冷静一下。你们看好黄启生，
不要让他和任何人接触。是。王警官，我是龙局长派来帮助你的。其实龙局长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也知道是谁陷害了你，但是现在无法向上面说清楚，所以派我来帮你逃出去。只要能抓住真凶，那么就能证明你是清白的。那么你怎么帮我逃出去的？一会儿拿这把枪挟持我到警局的侧门，那里会有辆车接应你。都别过来！不！都别过来！都别过来！别开枪！回去！我们回去，闪！回去！王警官，他们来了。谢谢你了，兄弟。我今天不是来查黄启生的真实死因的，你也别想激怒我。我们还是来谈谈3年前的那个案子吧。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更想知道的是那笔钱，你究竟把它弄到哪里去了？确实，你最该关心的就是这个了。但是我没有拿那笔钱。你没有？你如果不着急的话，我可以慢慢的向你解释。首先，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计划。要想掌握这样一笔资金的流动，我必须成立一家实体公司，并且让这家公司与南港码头工程的各个环节息息相关。但是我又不能是这家公司台面上的人物，否则将来事情一旦暴露，我会很容易就会被列为怀疑对象。最后经过筛选，我找到了曹文宇，一个在江浙一带经营商贸商行的小老板，在上海几乎没有人脉，也不熟悉这里的经营环境，所以当我提出邀请他投资并一同在上海成立一家贸易商行之后，他马上就同意了。我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在幕后掌握着星海贸易商行的每一笔交易，但我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有关星海贸易商行的资料上，除了曹文义，没人知道我跟星海贸易商行有任何联系。星海贸易商行既定保护伞撑开之后，我就开始了具体的行动。首先是确保孙成厚对丰茂实业旗下的营造厂能获得码头工程的竞标。我通过几层关系找到了一个善于跟官员打交道的律师吴希思，让他去找丰茂实业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孙成厚，把你们那个工程报价报得再高一点。吴希思帮孙成厚拿到了竞标，当然是有条件的。如果孙成厚想在材料款上做手脚，那就必须从星海贸易商行采购施工用的钢材。虚报工程用料并不是个难事儿，只要找个好理由就行。孙成厚如约向星海贸易商行提交了订单，但我并没打算用来去采购钢材，只是告诉他们钢材存放在一座仓库里，所以他们在付款之后就可以直接拿着提货单去提货。当然，孙成厚拿不到钢材肯定会找人追究责任，为了不让他们找到我头上，我需要找一枚棋子来做据，于是我找到了张善明。我认识一个叫左阿四的人，他现在没什么事儿做，手头也很缺钱。事成之后，如果少分他一点的话，我想他应该会答应。我告诉了张善明关于那笔钢材的详细信息，并提醒他用偷换提货单的手法，可以把那批给孙成厚的钢材给调包出来卖掉，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钢材。左阿四拿到真的提货单之后，马上将其邮寄给张善明，这样他的工作就算完成。但是当张善明拿着左阿四邮寄给他的提货单去提货的时候，却什么也提不到，因为仓库里根本就没有钢材。
兄弟，提一下后。单据是没错，但是呢，我们仓库里没有这么多。但是张善民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是使诈调包弄来的提货单，不能去找发货单位去理论。孙成和的手下拿回去的提货单被左阿四调了包，所以他们的提货单也就无法提到任何钢材。孙总，哪能啦？出事儿了！出什么事了？咱们不是委托信海商贸公司给咱们的工程买了一批钢材吗？对的呀。钢材不见了。啊！不见了。所以张善民、孙成厚，还有左阿四他们，都不敢说出真相。他们只帮我完成了1200多万其中的一部分，另外的那就靠上官印那些人了。首先，我让星海贸易商行拿到了码头工程的采购合同。这600万可不是一般的数目啊！南港码头的建设是政府的重点工程，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况且，我们手头上有很多的大客户。不是说不考虑，你看啊，贵行有没有什么抵押能价值600万的？实际上，我们库里存放了一批设备，这批设备港务局已经付了款，它的价值大概是1000万。你们准备拿人家的设备到我们这儿来做抵押贷款，这不大符合规矩吧？合同上说了，港务局交付的是预购款，在没有交付之前，这批货物始终属于我们的。只要按照合同，我们交付了钢材，客户付清了货款，拿到了钱，我们就能拿到这批抵押的货物交付港务局，这不是什么问题。虽然我们一再保证没有问题，但是上官印不想冒那个风险，最终让他同意贷款，是我们提出，只要他能借出那600万，就能够让他得到一笔不小的酬劳。你是想贿赂我吧？如果你同意贷600万，我会悄悄地调出其中的100万，对公司说，我用这笔设备做抵押贷款，贷到了700万。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还贷款的时候是还700万贷款的利息，而我们银行只借出去了600万，那剩下的100万贷款的利息，我们平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何乐而不为呢？上官印最终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接下来我再次让胡锡子帮我一个忙。当然，胡锡子并不知道他是在帮谁的忙。喂，上官先生，我已经晓得你在那600万里面做的手脚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要装糊涂了。100万贷款的利息不是个小数目，你们2个人平分就可以让你赚到不少。你什么意思啊？你想举报我们？揭发你，我又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再讲了，你的那点点钱放到我牙缝里都不够。哈哈，你也想在里头分一笔钱，对吧？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你有没有兴趣？说来听听。那100万呢，只不过是星海贸易商行储备资金的一小部分。那你的意思是？只要你想办法让星海贸易商行不能够按期还款，你就有理由去敲诈他们，因为他们的设备已经抵押给了银行了，他们就会老老实实的跟你签订一份合同，给你付一笔费用，以求能够延期还款。否则按照合同啊，银行有权变卖抵押的货物，而那批货呢，港务局已经提前付款了，所以一旦货物被变卖，星海贸易商行就要赔偿1000万。与其如此，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跟你签订一份推迟还款期限的合同，是吧？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怎么样才能让贸易商行不能按时还款。这个嘛，我是有办法的。不如这样子，我们找个时间见见面，详谈。啊，看看，你这是什么意思？近期的航运表。啊，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让新海贸易商行的货物推迟3天到港？理论上来讲是不可以无故推迟的，要推迟整条船一道推迟。不过现在只要有门路，就没有花钱办不到的事情。我在海运局是有点关系的。哦，你是这个意思？那你想怎么办？是这样子。这条船呢，从日本出来以后呢，就遇到了风暴。我们可以跟这个新海贸易商行的人讲，说他们的货就装在这条船上，因为临时改变了航线，所以要推迟3天才能够到达上海。不对，他们的人可以去查记录，我们可以找个人在记录上做点小动作。那更不对了。他派到日本去的人肯定会知道他自己的货上的是哪艘船呢？这种小职员给他点钞票就搞定了。我们可以叫他去签一个假的装货清单，对吧？啊，行，那你就按照这么办吧。事成之后到手的钱，你我哈夫哈夫啊，哈，一人一半呀。哦，他们抵押了价值1000万的设备，如果不能按时还款，银行就要变卖他们的设备。不过这个钱你我1分钱拿不到，全部归银行所有。我可以找他要1万块钱的手续费。那么你怎么去解释这1万块钱的手续费啊？我只要能够拿到那1万块钱的手续费，我会立马给他一张延期5天还款的附加合同。那么银行会不会相信你的这个延期5天还款的附加合同？哎呀，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可以准备2份合同，银行存档的那一份，还款日期就是推迟5天，能晓得吧？わかりました。さよなら。銀行から知らせが届いたんだが、振込と両替は明日にならんとできないと。明後日には口座が船に積まれてしまう。積み込みが終わったら金曜日に船は上海に向かうんだ。だが君は私に昨日船が履行したとここにサインさせるつもりなのか。もしもこれで何か手違いがあったら、その時の責任は君たちが取ってくれるのか。はい、そうです。日本に空気を買いに来たんじゃない。どこに我々のブーツがあるんだ。上海の海運局の代理で交渉しに来ました。船の手配で問題があり、深海貿易の品物が時間通り届かなくなったので、上の追及を逃れるために人為的なミスを隠そうと考えていたんです。つまり海運局の方の過失が原因で我々は荷物を発送できなくなり、それをごまかすために政治家が否定できない理由をでっち上げるのか。そういうことか。あなたの品物は3日後に港を出る予定なんですが、上海に着くのは期限を過ぎてしまいます。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ローさんどうか助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给罗凤林开了一个空头支票，他不可能回去问贸易商行关于汇款的事情，因为他在装船清单上造假说货已经上船了，这样一来他只能被认定携款潜逃，所以他躲在了日本不敢回来。上官仪在得知货船遭遇风暴延迟到港的消息之后，向新海贸易商行的人提出了签订延长合同的建议，但先去找他的人是胡锡司。すいません。
出问题了。什么意思？这批货根本就没有装船。什么意思啊？他们贸易商行在日本的人签完了装船清单之后就消失了，没有人来装货。什么意思啊？鬼晓得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取消延长合同。哦，什么意思啊？等船一靠岸，星海贸易商行的人要是发现货没了，整个事情就要败露了，延长合同毫无意义啊！这样子一来，星海贸易商行将无力偿还贷款，马上就会宣布破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动声色，这样子呢，那批消失的货就不会转移到我们的头上。啊，这个意思。哎，该说的我都说了，明白不明白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有一件事我还是不明白，银行贷出去的600万到哪儿去了？其实那笔贷款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资金流向都是伪造出来的。所谓在日本采购钢材，也纯属子虚乌有。等等，你设局是为了去弄一笔根本就不存在的钱吗？我只是替某些人做掩护罢了。你说的某些人是指谁？韩世贤吗？韩世贤只是充当保护伞。另一个人的名字说出来，我会死。那我要是拿这个胶片告你谋杀罪，一样可以判你死刑。那既然都一样，我何必在这浪费口舌？不，如果你跟我们合作，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甚至还可以建议法官为你减刑。真的吗？如果3年前的这个案子幕后有更大的黑手的话，你就是最重要的证人。陈繁雄，所有的银行都是陈繁雄的，想作假那是太容易了。但是他得有一个理由去解释那笔钱是为什么消失的。所以你帮他策划了南港码头欺诈案。没错。再加上韩世贤的职权，那3年前的真相一直隐藏到现在。韩世贤怎么会参与其中的？这有什么奇怪的？韩世贤是受陈氏集团的政治捐助才坐上副市长的位置的。陈繁雄一直是想把他扶持成自己的保护伞。陈繁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南港码头欺诈案又要掩护什么呢？还有那笔钱，陈繁雄又拿去做什么了？这得问他本人了。我虽然替陈繁雄做事，但没准哪一天我会成为他的一枚弃子。为了能有保命的筹码，我留下了那个案子的所有证据。很好，我会暂时把你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拿到那些证据，再加上你的证词。不是我泼你的冷水啊，最重要的东西你依然无从得手，就是那笔赃款，没有钱，你根本无法定罪。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我只是好心的提醒嘛。如果到最后你是白忙一场的话，还不如趁早，现在就赶紧收手。没有十足的把握，你是斗不过这些人的。另外，你得把今天的胶片和我交换你所需要的证据。哎，看见王一红了吗？
有人看见王一红和陈映如搭警车走了。陈映如，多久了？去了很久了吧？大概2个小时以前。2小时。王局长，刚才发现一辆被撞毁的警车，好像是王督察开走的那辆。快，抓几个人，跟我走。是。真想不到，3年前那个案子的幕后黑手，居然是陈凡雄和韩世贤。我要是能拿到独家报道的话，这主编我当定了。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董祖英的一面之词，谁知道他是不是为了保命随口这么一说？他应该知道，就算是说韩世贤、陈凡雄，也没什么人敢动他们，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董祖英不是说了吗？最终的证物就是那笔赃款。怎么了？陈映如死了，他就是警局的内鬼。他正要去为韩世贤通风报信，被王一红一枪打死了。结果王一红也身负重伤，现在离开了上海，正在疗养。你不是打算？既然来了，就不要多问了。陈映如，如果真是韩世贤安插在警局的，那咱们现在又少了一个重要的证人。是啊，现在王一红也不在，也没人在警局里边为我们调派力量，来配合我们。哎，不是还有那个龙局长吗？他现在基本上属于半休息状态。再说了，如果让他去调动警力的话，势必会引起韩世贤的注意，这样反而会打草惊蛇。看来我们完全得靠我们的力量来解决陈凡雄和韩世贤了。怎么解决？想办法让他们自己认罪。这可能吗？那就看咱们的手段使得巧不巧了。目前董祖英消失，正好在陈凡雄身上找到了一个下手的机会。哎，那个龙世清说把董祖英暂时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警局吗？比警局更安全，绝对不会有人想到他在那儿。签呢？签！董祖英在这群病人中格外清醒。能破了自己的局，把自己送到这儿来的，在上海只有一个人。现在季先生感到庆幸，因为他知道，外面的世界会因为这个人针对陈凡雄的行动而变得疯狂。哎，你确定列车长会让我加入那个赌局吗？荣日清已经想办法让其中一个赌客上不了车了。我们贿赂一下列车长，我们会以替补的身份顶上去。陈凡雄如果人数不够，他是不会开赌的。韩世贤在我们身后，他认识王一红，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我。就这儿。通知的人都到了，他们在外面等着呢。见到老朋友真高兴，让他们进来吧。好的。最近怎么样？还在用那些老招吗？被季先生破了局，我们哪还敢继续啊？早就洗手不干了。这次听说季先生还活着，并且要为3年前的案子昭雪，我们这才特地赶过来。是这样。找你们来帮这个忙，有兴趣吗？季先生开口了，这忙我们帮定了，没钱也愿意。对，一定帮这忙。
赛马播报员。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比你嘴更快的了。谢谢季先生夸奖。进来。欢迎光临本次列车，有什么要帮忙的吗？我这样找你。您讲。我听说有位先生经常在这趟车上开车赌局。你听谁说的？我的一个朋友，他曾经玩过。那你打算？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对不起，人员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是专门为了这个赌局才上这趟车的。我的现金都带来了。这个啊，我看看吧，给你安排在候补人员名单里头。有人想退出的话，晚上8点，4车厢，15号房，带走50万现金。陈先生可不喜欢赊账。陈先生是吗？他是干什么的？带好你的钱，别迟到。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看来他今天晚上准备大赢一场。就这些？这些他没有任何赌本了。不是你玩牌行吗？虽然几年没练，但对付他这样的外行还是绰绰有余的。别紧张，先睡会儿。